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来讨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要做这个这期的节目，但是因为最近啊、刚好有做了呃就是比较多的关于这个新加坡的一些旅游的一些体验，还有呢也同时做了一些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就是一些体验呐、一些想法这样子的东西。那么在做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接触到了一些新加坡华人还有马来西亚华人，然后啊、其实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这两个国家因为地处的地方差不多文化应该比较接近，所以人的性格啊各个方面可能会很像嘛哈。但是呢，在接触了一段之后，我发现这两个地方的华人的性格差别还蛮大的嘞。哎，真是这个是在我意料之外，说实话，真是意料之外。因为在这个旅行当中接触的，嗯，当时就是两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其实都还蛮好的哈，包括这些人文的这些点啊，他们的国家呀各个方面的一些都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印象，所以我觉得对。但是因为我在做这个视频当中，也会经常有新加坡的网友啊，然后马来西亚的网友给我留言，所以我慢慢就发现，就是其实差别蛮大的。当然，我今天要声明一下，我做这个节目，我并不是说想说，呃，这里面马来西亚的华人或者是新加坡华人都是就是都是一个类型、一个样子，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只是一个这个地区它有这种概率，就是它这种类型的人可能相对多一些，或者相对少一些。对，就是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坏人，然后对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它一个地区确实在某些方面，它会比例会更高一些啊，就是会有它的特征性、地区性啊，这个是有的，但这只是一个概率。我们今天讲也就是这个概率，就是我感觉上面我接触到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啊，不一定都对哈，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焦虑或者是太那个什么东西啊。然后首先呢，我想讲一下马来西亚华人给我的整体的印象。马来西亚的华人给我的印象呢，就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比较友善一些，就是你跟他相处的话，还确实还蛮舒服的。然后他们讲东西啊，或者是语言的表达的方式，我觉得我比较接受起来比较舒服啊，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太多的敌意或者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啊，或者是什么比较没有这些东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包容，就说他好像你给他讲一些跟他原来不一样的一些观点，或者是在他接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好像比较容易接受，或者说起码没有急于要去证明他自己啊，没有急于要表达或者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包容性。然后呢，然后我们再讲一讲，就是说他对于，就是我之前有讲到，就是马来西亚华人他对于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认同跟文化，呃，跟他的对于就是呃就是什么他的主旗国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定，他是没有，就是两个他不会觉得有什么摩擦呀，或者是感觉非要舍弃一块才能保一块的那种，他好像没有这一方面问题。我觉得他很协调，就是在身份认同当中，他是个非常协调的状态。有人说好像你要认可两个是不协调，不是，我觉得这个很协调，就说他来自哪里，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追溯的认同，然后他现在是什么？这是他现在的认同，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是很自洽的。所以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给我的感觉整体的就是很舒服、自在、包容对，而且他们有时候留言会让我很感动，就是
浓浓那种情谊，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温暖的那种感觉。所以对我很喜欢，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说句实话，因为我原来其实还好，但是因为我做了这节目之后，接到他们的反馈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很可爱的一帮人对对，真的是就是我真的是很喜欢，真心的很赞的一个族群。然后再来讲一下新加坡的华人。新加坡华人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很早前我去过新加坡，然后我身边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接触到新加坡人。然后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去那里玩的时候，我有时候也碰到新加坡人。所以呢，我也大概就是对新加坡人有一些感受。然后，就是最近我做了这个频道之后，我又接触了网上的这些一部分的新加坡华人，那我就产生了一些新的认知吧，还是对，反正就是有一些新的感受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首先先讲一下，原来就是我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的这些新加坡人，就是给我的印象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比较热情，就是整个状态就比较热情，然后就是他有时候跟你分享他很多很多东西，对，就是热情。另外一块就是比较自豪。自豪什么呢？就是他对他国家，对于他们现在的这些建设成就，他有很强的自豪感。所以演变出来就会有一种很自信的状态。就是那种很自信的那种感觉，然后看起来又比较乐观。这是精神面貌都就是比较向上的这种感觉。这个是新加坡华人在我接触当中感受到了印象。所以我其实原来对这新加坡的这个印象也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说，因为我也在想说要不要说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确实我的真实的体会感受有一些点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做我这个视频，你大家可以回去看我原来讲了一些视频，是提到新加坡的。然后其实我都是站在新加坡的角度去替新加坡人去或者是替新加坡人去讲去分析，然后我基本上都是表扬为主的东西，就是我基本上都是对，就是觉得新加坡很棒或很好。然后呢，有些人对于新加坡的用词不好，我也站在一个就是觉得这样不应该，应该更加的正面的去认可新加坡，就是这样的一个视频。你会发现我底下有很多就是比较糟糕的留言当然它来自一小部分的这个新加坡人的这个留言甚至有些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攻击性很强。对，所以我就有时候感觉就有点错觉，就是为什么我接触到了很多新加坡人都是还蛮好的，为什么就是在网上会有这么一波人，就是蛮有攻击性的，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观念也是很多其实没有逻辑，他只是想发泄。所以在这个体验感上，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就奇怪。就是这些人呢，他就是好像有点，就是原来我不是说新加坡人他们会更自信的、更骄傲一些嘛，他好像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过一点，就好像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状态。对，他有时候他会攻击你说你是哪里人啊？你怎么样？他就说他意思这样好像想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新加坡啊？然后你为什么你不要讲新加坡了？你怎么样？就是好奇怪啊！我觉得我首先在网络平台上，其实大家都有相对自由的这种表达自己观点的想法，对不对？另外，新加坡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不是这样的？更何况我又没有攻击新加坡，我只是表扬的没有符合你的要求嘛，就是我赞扬你，但是没有赞扬到你很舒服的状态，那你就要来攻击我，然后或者是表达都那种很傲慢的状态。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新加坡人的状态，至少我觉得新加坡人应该更优秀一些。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网上这波人其实他们很多，其实在真正在新加坡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们并不是大多数，他们是不是在真正在生活当中是新加坡里面比较失败的 loser 这种相对失败的这些人，他们需要在这里去在网上去寻找一些价值感、优越感，还是怎么回事？很奇怪，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说讨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这个讨论，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两个国家，他们有时候确实有些联系，有些关系。那同时出现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这样的留言的时候，有来自于新加坡的网友，他居然会去攻击马来西亚的网友。就是那个讲话，就是有那种好像我是来自一个很优秀的国家，你这个二线国家、三线国家，就有点那种。蛮傲慢的，说句实话，有一点点傲慢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也让我就是感觉有点恍惚，就觉得，我以前觉得新加坡很好的，新加坡人也很好的呀，现实当中接触人也不错啊，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的这种，对，怎么会这么多人呢？我觉得哈，如果你是个新加坡人，不管你是土生土长还是新入新加坡籍的这样的人，我是觉得，如果网上有这么一批人，其实对你们整个群体的伤害是很大的，明白吗？就是他们其实会破坏一个新加坡人在全世界人的面前的一种感受，就是你看有些帖子，它底下都是那种辱骂呀，那种很难听，我就觉得，然后他就是一边说别人没有素质，一边表现得更没素质，这种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很伤害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包括那些优秀的、有文明的新加坡人的形象。因为我相信新加坡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有很多很文明的人，但是有这么一帮人在网上各种攻击，他好像谁都看不上啊，那这种状态就是特别就是那华人圈哈，就是华人圈，我好像很多都看不上，然后有的时候又攻击这个攻击那个，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特别好，这个状态其实很容易伤害别人，伤害其他的群体。另外一个很伤害你自己，你们这个群体，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很文明的新加坡人，他们也要跟你一起背负了这种不文明的、攻击性的、傲慢的那种形象，这是很糟糕的。对吧？我以前很早以前去新加坡，我真的是印象非常好，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先做新加坡的节目？是我原来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有新加坡的朋友，我觉得他们都很好很文明，所以我才会想去做这个新加坡的节目。可是我就说怎么会对，就是好像很夸张，很震惊希望这只是我的错觉就是希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个文明的社会，文明的人，我觉得就是应该更加平等、更加温柔和的方式去跟别人去接触，更包容的去感受那一些。你可以喜欢这个，也可以不喜欢这个，但是我觉得文明一点、客气一点，没有什么坏处，对吧？行，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再见。